传闻第二批次055万吨大驱开建，该型战舰会有哪些升级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国外防务爱好者通过卫星照片判断，中国已经开启了第二批次的055万吨大驱的建造。中国首批055一共造了8艘，时隔2年之后，开启第二批次的建造。主要是根据前几艘军舰的使用情况进行部分改进和完善，而非大面积的改版。网友们期盼的采用全新技术升级的055，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这种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前进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在中美海军竞争的大背景下，055作为中国第一种在设计层面全面领先美国的驱逐舰，第二批次再造8艘应该没有什么悬念。有网友可能会说055太贵了，中国航母编队现在数量也不多，所以8艘就基本够用了。但是不要忘了，目前中国新一代驱逐舰的组合是 1.3 万吨级的055加7000吨级的052D 中华神盾舰。由于052D 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其建造数量也比较多，但是其远洋航行的自持力不太够，而且垂发单元的数量相比于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中国海军其实需要更多的055万吨大驱独立的或者是组成小型编队的方式承担远洋作战任务，这样才能够以052D 形成高低搭配。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是第二批次的055将会使用什么样的先进技术。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基于中国海军武器装备稳健进步、分阶段发展的思路，第二批次的055与第一批次相比肯定会有所改进，但其变化或许没有大家希望的那么大。多数舰载设备和武器系统的配置应该与第一批次差不太多。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未来的055可能采用的新技术。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为055配装先进的远程电磁炮、舰载反导导弹、舰载激光近防系统、军舰的全电推系统、氮化镓有源相对雷达等等。如果再理想一点的话，将垂发单元增加到128个，一坑4弹的技术也该露面了。在这些技术选择和工程改进中，增加垂发单元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中国使用的垂发单元是850多毫米口径的，在垂发单元口径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方案，口径大占据的容积空间就多，因此055舰体再放大也很难增设更多的垂发单元。一坑4弹技术这次呢很可能会使用，但还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据推测，氮化镓雷达应该是新批次055的优先改进项目，毕竟对任何作战平台而言，提升态势感知能力和电子对抗能力都是最优先的。激光近防武器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反无人机威胁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列装的激光武器功率有限，拦截距离较近，不太符合军舰防空的要求，除非能够将舰载激光炮的功率提升到300千瓦以上，否则也不必急着配装。电磁轨道炮的技术目前还不够成熟，特别是电磁炮弹发射时带来的炮管烧蚀和散热问题比较严重。此外，高超音速的炮弹还面临着一个制造的难题，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再说一下极为重要的全电推进系统，使用全电推进可以极大地提升军舰的自持力、反潜作战能力，也可以为各类定向能武器提供电力支持。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任何一艘水面战舰使用了全电推进技术。那么会不会直接将其应用在一艘 1.3 万吨级的大舰上，就存在疑问了。更大的可能是先在054B 这样的护卫舰上使用全电推进，通过技术验证后才逐步推广至055上。总体而言，虽然我们对第二批次055使用的新技术非常期待，但是从中国海军技术发展路线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改进工作可能会集中在雷达、电子系统和机载导弹领域。
其实055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增加建造数量，给美国人不断的传送焦虑，让美国海军认清其主力战舰已开始落后于中国的现实，这才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儿。好，今天评述就在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